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电池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物品，用途很广泛，但是它的电量由于我们买的很多放在家里，这样呢有的时候电池就没电了，可是我们用肉眼又看不出来，放在电器上呢不长时间就没电了，有的时候呢还会漏液，导致电器损坏。那么我们今天看一下电池的检测仪。这个检测仪呢，它放上电池以后呢，就能够显示电量。通过这3个指示灯，如果电量足呢，就是3个指示灯全亮；如果电量不足呢，就亮1个指示灯或者是2个指示灯，能够直观的看出电池的电量如何。我们看一下它的电路构成，它有3个指示灯，这是3个指示灯的线流电阻，上面有一个大芯片，这个芯片呢并不神秘，它是 LM324。内部有4个独立的运放，这里边呢它只使用了3个。这个5角的芯片呢就是一个电源芯片，在这里呢主要是升压的。这个电感、5角芯片和这个升压二极管以及这个电容构成了这个升压电路。这2个铁片就是电池夹了，也就是这端固定电池的夹子。这端是正电，这端是负电。这个正电压呢通过这个铜箔片送到了我们电感的这端，电感这端呢接升压二极管的正极，升压二极管的负极就输出电压到滤波电容上，同时给这个芯片的1角、2角供电。这个1角呢是一个使能引脚，2角是稳压引脚。同时我们看到这个电感这端接到了这个芯片的5角，也就是我们这个位置。很显然这是一个升压芯片，有点像 PFC 电路，内部功率管工作在开关状态，所以当内部功率管导通的时候，电感上的电压是这端正，这端负，并对电感进行储能。当内部功率管截止的时候，由于电感有阻碍电流减小的作用，所以呢，在这端产生正，这端产生负，与电源电压叠加以后向后级供电。在这里呢，它通过这2个电阻来计算输出的电压值。这个图上输出的是15伏电压，而我们板上输出的是5伏电压。我们这个电路的芯片与这个是相似的，但是我们看它的1、2角是接在一起，就能够输出5伏，所以计算公式和这个芯片是有区别的。总之呢，它是升压以后从后端输出一个5伏。这个5伏呢，一端给芯片的4角提供一个正电，它的11角是接地的。又因为这个5伏是一个稳定的5伏，所以呢，它通过这个电阻与这个电阻还有这个电阻和这个电阻，也就是 R1、R2、R3、R4 串联，得到了3个基准电压，一个是这个位置，还有一个这个位置，还有一个这个位置，分别加到了芯片的6角、9角、13角反向输入端。而电池的正电压呢，除了加到电感上，另外呢还通过这个0欧电阻送到了我们 LM324 的正向输入端12角、10角和5角，与反向输入端的基准电压进行比较。还有这里有一个对地的电阻，这个电阻呢属于负载电阻，这样呢这个电池正负极之间就有一定的电流，防止电池不能带载的情况。很显然 LM324 的正向输入端如果高于反向输入端基准电压，这样在它的输出角上就会输出高电位。这个高电位呢，通过线流电阻加到我们这个 LED 发光管上，就能够驱动发光管点亮。因为发光管的所有的负极都是接电池负极的，也就是这根线通过这儿接到电池的负极。又因为我们刚才看了电池的正极呢都是接在我们 LM324 的正向输入端的，反向输入端呢接的是我们这几个串联的 R1、R2、R3、R4 这几个基准电压，所以呢它与这个基准电压进行比较以后，就能够在相应的输出引脚输出高低电位来点亮 LED 灯。如果正向输入端高于反向输入端，那么它的输出端就会输出高电压，通过线流电阻点亮相应的 LED 灯。如果正向输入端低于反向输入端的基准电压，相应的指示灯就不能够被点亮。由于我们串联的这4个电阻在5伏和 D 之间得到了3个不同的基准电压，与电池电压相比较以后，
就能够点亮相应的指示灯，从而显示出电池的电量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